好格局，好生活，欢迎收看设计家新闻台，我是住得好。首先，头条焦点将来看到，越来越多人喜欢在家里招待亲友，无论是小坪数或大坪数，要如何借由格局规划实现凝聚情感的空间呢？在正式开始前，帮大家整理一下今天的节目重点。我们会先来了解一下大坪数或小坪数有什么共通的设计手法，可以凝聚家人的生活行为，让感情加温。再来，我们将看到2个实际的案例，分别是一个13坪的新成屋，原始空间有错层及采光面破碎等问题，要如何化解呢？还有一个采光都被房间遮住的43坪老屋，结构柱还挡在空间的正中心，这么棘手的状况要怎么规划呢？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邀请到室内设计师高诗杰来为我们做个说明及介绍。欢迎设计师。Hello， 大家好，我是泰燕设计的高诗杰。因为要生活之故，家是无法完全开放的。想问一下设计师，在这样的状况下，如何凝聚家人情感，给予更舒适的居住空间呢？首先，我们要先了解业主他们的生活重心、生活习惯，然后我们可以借由格局的改造，然后去创造出他们家人之间更多互动的机会。那同时，也可以有机会去保留他们的隐私以及机能性的一个平衡。例如我们可以使用开放式的空间，然后去规划它回字形的动线。那也可以利用一些活动式的隔间，例如说拉门、折窗，让空间它之间有互相穿透，但是互相保有连接的关系。那也可以像是利用有夹层的时候，我们可以不靠墙面，让它的采光跟通风可以互相去穿透，大家就可以达到它的空间视觉最大化。接下来我们将看到2个案例，第一个是一个13坪的新成屋，想问一下它在原始格局上有什么样的问题呢？它的空间结构较复杂，它本身是一个错层空间，它有降板也有挑高，然后还有一只大梁横亘在中间，然后建商在中央的地方又配了一个 M 型的厨房，所以它的空间分割较零碎。那可以请设计师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空间它的居住成员以及屋主需求有哪些吗？其实他当初来找我的时候，他最主要就几个诉求，他希望打造一个专属于男生的单身宅，然后他会希望朋友来做客，他可以在那边有点像一个小 lounge， 可以在那边喝酒聊天，然后一起打电动电玩的一个地方。那也希望保留一点可以简单下厨的一个空间，还有他希望他每一个空间都有很好的采光。想问一下设计师，要怎么样给屋主一个完美的空间，帮他解决空间的问题呢？原本他们字形的厨房是位在整个房屋的中间，那他把整个空间的轴线还有空间的使用，整个切割得很零碎。那所以我们把它字形的厨房稍微修改，把它整合成1字形。那把用餐空间连接着厨房与客厅，这样子他在客厅的地方的时候，他可以做最大化的使用。他朋友来的时候，可以坐在用餐的餐桌的地方，然后可以坐在沙发，再结合旁边靠窗的地方，我们做那个阶梯，那可以像在学校的时候坐在楼梯上面的一个感觉。所以即使它的坪数很小，但是它在这边如果是要当做一个社交上一个lounge，单身男子要做一个 party 的一个地方的时候，它可以做到7、8个甚至10几个人都没有问题。所以我们把厨房位移了之后，然后利用一个造型屏风跟玄关做一个区分跟整合。那除了可以引进自然的采光之外，我们也可以避免开门见灶的一个问题。在客厅的部分，我们把它跟餐厅还有一个上楼梯的阶梯平台做一个整合。在阶梯平台部分，它可以面对窗户坐，它可以面对电视坐，然后因为我们电视是可以旋转的，它甚至可以在吃早餐的时候看电视。所以在这个形塑出一个多面向的大的活动空间的时候，他可以不管是一个人，或者是他一群朋友在这里，他都可以很自在在这里使用各种多功能的活动。这个空间有错层及降板的问题，想问一下设计师，在这个部分要如何帮他们做一个解决？那由于它本身房屋是一个错层的结构，所以我们利用一个复层的楼板，把它做一个上下的区分。在上面是他的睡眠区以及更衣室，是属于他的私人领域。在下层的空间当中，我们把它设定成是一个多功能使用的一个机能。那他可以在那里工作、阅读，那把电视转过来，他可以在那里进行他的体感游戏，或者是说他一些居家健身的一个运动。
我们在副层楼板的地方，我们帮他设计一个平台，让他可以在睡前的时候可以在这里阅读，或者是使用一些3C 产品。那在早上的时候，他也可以把这里当作是一个简易的早餐台，他可以在这个地方形成一个上下有所互动的一个场所。原本很难处理的降板、空间小等问题，借由改变厨房位置及多功能区域的设置，化缺点为优点，而不靠墙的楼板规划，更增加了亲友间的互动。接下来我们将看到下一个43坪的老屋，请问设计师，这个案子在原始格局上有什么样的问题呢？首先，它原本的格局是规划不良的，它房间数过多，那不符合业主的需求，然后它玄关过大，而且它主要采光被遮断，让它的走道显得幽暗而狭长。拆除后，我们才发现它有结构柱横亘在中间的一个问题。再来，又要请设计师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空间的居住成员以及屋主需求。在这个空间当中，它的居住成员是2大1小，不过他们想要有3房的空间，主要是因为男主人他希望有一个可以独立工作与休息的一个房间，然后他们很注重采光与通风，每个空间都要有对外窗。那他们全家人喜欢阅读，每个空间都想要有可以收纳书籍的一个场所。另外他们想要有2套卫浴，那希望能够有浴缸可以泡澡。那在做公共空间的地方，女主人希望能够随时能够有小孩有所互动，所以希望是一个开放的场域。老屋通常在格局上有很多需要调整的地方，想问一下设计师，要如何实现他的需求以及改善格局的问题呢？我们将整个格局重整，把玄关缩小，释放空间给小孩房，将厨房打开，形成一个全开放的公共空间，再利用在房屋中间的结构柱与柜体脱开，产生间隙，让阳光、空气还有人的视线可以利用这个间隙在各个空间中穿梭交错，让空间有层次，视觉坪效最大化。房屋本身位于2楼，又与公园相邻，它的自然光充足，窗外就是公园大树，所以我们把客厅原有的落地拉门取消，大量引进自然光，再铺上架高地板，形成一个亲子皆宜的活动空间。那也让窗外的绿意成为表框的风景。我们把厨房的隔间拿掉，把厨房打开，将客厅、餐厅、厨房，甚至是玄关形成一个全开放的空间。那我们这样的操作，除了让整个公共空间的视觉坪效放大之外，我们还可以微缩出一个洗衣工作间。这个洗衣工作间除了可以洗衣服之外，还可以当作他们的储藏室。那主要的目的是我们希望有别于一般台湾家庭把洗衣工作的这个空间放在阳台，我们把阳台保留给他们屋主一家人，能够有与公园、大树互动的机会。男主人想要一个独立的工作空间，想问一下，在这样的需求下，私领域要如何安排呢？在卧室的部分，我们取消一个房间，把那个取消的房间分成2个部分。一个是男主人他的卧室，它形成一个他的书房，能够独立作业的一个地方。那主要是因为男主人他工作的需求，有的时候会需要在半夜跟国外做视讯会议，有一个这样子的房间，它可以不会打扰到女主人她的睡眠跟休息。那在另外一个部分，则是形成女主人她的更衣空间。在一进门的地方，我们进到女主卧，它会先是她的更衣室。这样子的配置，除了就是把公共区域跟睡眠区域切分开来之外，也是利用这个更衣室的空间，让他能够更进一步的阻绝男主人在晚上与他的书房还有工作区，他在视讯会议的时候一些噪音，让女主人的睡眠品质会更好。在卫浴空间的部分，我们也同样做了一个重新规划的动作，除了退让一点点空间给洗衣工作间之外，那我们把客浴的部分稍微位移了，往主卧的部分吃掉一点点，那安置了屋主希望的能够泡澡的一个浴缸。然后另外就是在女主卧的部分，它的卫浴是希望能够有对外窗的，所以我们把它卫浴放大了。放大以后的空间就是足够提供给女主人她在那边做梳妆、做梳洗的一个很大的洗手台，可以很充足的放置她的一些瓶瓶罐罐的收纳。经过改造后的阴暗老屋，空间开阔，有了无印风的疗愈氛围，临窗区域的绿意美景，在公共空间中都能看得到，就算不出门，也能在家享受天伦之乐。谢谢设计师高诗杰来到节目当中，谢谢大家。
好的，本节新闻内容就是这样，千万别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及开启小铃铛。我是住得好设计家新闻台，下次见。